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比尔·克林顿启动克林顿全球倡议，重点关注政治暴力和全球解决方案。据美联社报道，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于9月26日重新启动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将焦点聚焦于应对日益严重的政治暴力问题。这一倡议汇聚全球政商领袖，旨在通过跨国合作寻找应对政治极化的解决方案。克林顿强调，当前全球民主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治暴力威胁已成为各国共同担忧。该倡议曾在2005到2016年间举办，因希拉里竞选总统而暂停，如今重启背景恰逢美国政治分歧加剧。这一倡议的重新启动会对全球政治合作产生多大的实际推动作用？政治分析家认为，在当前国际关系紧张、民主制度受质疑的背景下，此类多边对话平台虽具象征意义，但面对根深蒂固的政治分化，实际成效仍有待观察。2. 台积电利用人工智能设计更节能的人工智能芯片。据经济时报报道，台积电正运用 AI 技术优化芯片设计流程，开发更高能效的 AI 专用芯片。该公司透露，通过机器学习算法优化电路布局，新一代 AI 芯片能效较上代提升30%以上。台积电 AI 加速器业务2024年收入3倍增长，2025年预计将再翻倍。这种 AI 设计 AI 芯片的创新模式，使台积电能够在激烈的 AI 军备竞赛中保持技术领先。自2023年 AI 热潮爆发以来，台积电已成为英伟达、苹果等巨头的核心供应商，占据全球先进制程芯片市场60%以上份额。这种 AI 自主设计芯片的模式会如何重塑半导体产业格局？半导体专家分析， AI 辅助芯片设计将大幅缩短研发周期，提升设计精度，但也意味着技术门槛进一步抬升，可能加剧行业垄断，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生存压力。3. 澳大利亚总理在联合国呼吁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据经济时报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各国效仿澳洲做法，立法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澳大利亚已通过2024网络安全修正案，成为全球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立法最严的国家，违规平台最高可被罚款4950万澳元。阿尔巴尼斯在发言中强调，社交媒体已成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大威胁，各国政府有义务采取行动保护未成年人。这一主张与传统的网络自由理念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政府监管思路的根本转变。澳洲这种一刀切的禁令模式会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效仿浪潮吗？数字政策专家指出，虽然保护青少年的初衷值得肯定，但技术执行难度大，可能损害数字素养培养。预计多数国家仍会选择更温和的监管方式，而非全面禁止。4. 特朗普计划对进口药品征收100%关税，以促进美国制造业。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计划对进口药品征收高达100%的关税，旨在推动美国制药业回流本土。这一政策将覆盖大部分处方药和医疗用品，预计将显著提升进口药品成本。特朗普此前曾威胁对进口药品征收最高250%的关税，表示将分阶段实施，先征收较低关税，1年至1年半后逐步提高税率。美国目前约80%的原料药依赖进口，其中40%来自中国。这种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其美国优先理念一脉相承，但也引发了药品价格飙升的担忧。这种史无前例的药品关税壁垒会对全球患者的用药成本产生多大冲击？医药经济学专家警告，关税可能推高全球药价，导致贫困患者无法获得治疗。如果出现大流行病，关税壁垒可能拖慢疫苗研发、生产和分发速度，最终受害的是普通民众的健康福祉。5. 无人机目击、GPS 干扰和选举干扰引发欧洲对混合威胁的担忧。据挪威 TV2 报道，近期欧洲多国频繁出现无人机入侵、GPS 信号干扰和选举系统攻击等事件，引发各国对混合威胁战术的高度警惕。
北约情报显示，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系统性协调，旨在测试欧洲防务薄弱环节。从波罗的海 GPS 干扰到关键基础设施附近的无人机侦察，这种灰色地带操作正成为新型威胁手段。相比传统军事冲突，混合威胁具有难以溯源、成本低廉的特点，让欧洲各国防不胜防。这种新型混合威胁会如何重新定义欧洲的安全防护策略？安全专家认为，面对这种多维度、低强度但持续性的威胁，欧洲需要建立更敏感的预警机制和跨国协调应对体系。传统的军事防御思维已难以应对这种慢火煮青蛙式的安全挑战。6. 联合国报告详述以色列永久控制加沙和在西岸实现犹太人多数的计划。据日本时报报道，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9月16日发布报告，详述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西岸的长期控制计划。报告指出，以色列当局在加沙走廊系统性拆毁民用基础设施，并持续扩大控制区域，目前已覆盖加沙地带 75% 的面积。调查委员会认定，这种系统性摧毁和控制行为构成了明确的种族灭绝意图。自1967年占领西岸以来，以色列通过定居点扩张和人口政策，试图改变当地人口结构，实现犹太人多数。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使以色列在国际社会格外孤立。这种国际法认定的种族灭绝指控会对以色列的国际地位产生多大冲击？国际法专家认为，联合国正式认定种族灭绝罪行将触发国际制裁机制，各国政府面临巨大压力，重新审视对以关系。以色列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外交孤立和法律追责。7. 到2050年，全球每年癌症死亡人数将超过1800万。全球研究发现 42% 的癌症死亡是可以预防的。据爱尔兰时报报道，科学家预测到2050年，全球癌症死亡人数将翻一番，达到每年1800万人以上。这主要由于中低收入国家癌症死亡人数激增所致。男性癌症死亡率增幅预计达 93.2%， 女性增幅为 85.2%。然而，研究同时发现，通过控制吸烟、饮酒、肥胖和空气污染等风险因素，42%的癌症死亡本可避免。这一触目惊心的数据对比，凸显了预防工作的严重滞后。相比发达国家癌症死亡率的下降趋势，中低收入国家正面临癌症海啸，形成鲜明反差。面对如此巨大的预防潜力，为什么全球癌症死亡率仍在飙升？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贫富差距导致的医疗资源不均、环境污染加剧、不健康生活方式普及，以及各国预防投入严重不足，使得明明可以预防的死亡悲剧不断上演。8. 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乌克兰军队消灭了940名俄罗斯士兵和数十套火炮系统。据乌克兰观察家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月26日发布最新战果通报，宣称在过去24小时内消灭940名俄军士兵，并摧毁数十套火炮系统、装甲车和无人机。这一伤亡数字创近期单日新高，反映出前线战斗激烈程度持续升级。乌方同时声称击落俄军多架无人机和导弹，显示双方在无人机战争和远程打击方面的对抗日益激化。自2022年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公布的战损数据往往存在巨大差异，真实伤亡情况难以独立核实，但数字攀升趋势令人担忧。乌克兰公布的这种高伤亡数字背后反映出战场态势的什么变化？军事分析家认为，无论数字真实性如何，双方伤亡攀升表明战争已进入更加残酷的消耗阶段。这种绞肉机式对抗对双方都是巨大考验，最终受害的是普通士兵和平民。9. 美国宇航局任务研究地球的冕及其与太阳活动的相互作用。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美国宇航局启动新的科学任务，专门研究地球的冕现象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复杂相互作用。地冕是地球大气层最外层的极稀薄氢原子云，延伸至月球轨道之外。该任务将通过先进探测器观测太阳风如何影响的冕结构，以及的冕变化如何反映太阳活动周期。科学家特别关注太阳风暴期间的冕的动态响应。
这有助于预测空间天气对卫星通信和电力系统的影响。随着太阳活动周期进入高峰期，理解这种相互作用变得更加紧迫。这项看似基础的地面研究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实际影响？空间物理学家表示，深入理解的免太阳相互作用机制，将大幅提升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有效保护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卫星网络和地面电力设施，避免类似1989年魁北克大停电的灾难重演。澳大利亚监管机构批准阿尔茨海默症药物 Lecanemab， 但高昂的成本限制了其使用。据报道，澳大利亚药物监管机构正式批准阿尔茨海默症新药 Lecanemab 上市，这是澳洲首个获批的阿尔茨海默症靶向治疗药物。该药通过清除大脑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能够延缓早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认知衰退。然而，每年高达数万澳元的治疗费用使得大多数患者望而却步。澳洲医保系统暂未将其纳入报销范围，这种批准却用不起的尴尬局面凸显了创新药物可及性难题。全球已有超过5500万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澳洲约有50万人受此疾病困扰，形成巨大反差。这种昂贵的希望药物会如何重新定义医疗公平的底线？医疗经济学家担忧，如果高价创新药成为常态，而医保覆盖滞后，将加剧医疗资源的两极分化，让救命药变成奢侈品，最终背离医疗普惠的根本宗旨。人工智能使黑客能够使用日常工具窃取数据。据西班牙法罗日报报道，网络安全专家警告，人工智能技术正被黑客恶意利用，将普通的日常工具改造成数据窃取武器。卡巴斯基全球研究团队预测，2025年网络威胁将发生重大转变，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越来越多使用带有后门的 AI 工具，黑客能够利用 AI 技术将看似无害的软件或设备变成数据收集器，甚至连安全工具也被恶意利用。2024年9月，安全公司披露勒索软件 Ransom Hub 竟能利用卡巴斯基的安全工具关闭目标系统防护。这种以毒攻毒的手法让传统网络防御措施形同虚设。AI 赋能的黑客攻击会如何颠覆现有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网络安全专家担忧，当 AI 技术被恶意利用时，攻击者的技术门槛大幅降低，攻击规模和精准度却显著提升。传统的人防加技防模式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苹果因用户服务担忧，要求欧盟废除数字市场法。据世界报报道，苹果公司正式向欧盟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废除数字市场法，声称该法律损害用户服务体验和数据安全。苹果在声明中主张推出更适合实际需求的立法工具。这一要求发生在苹果被欧盟罚款5亿欧元之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苹果的反对并不意外，因为自法律实施以来，苹果几乎对每一条规定都提出异议。苹果此前被迫在欧盟地区支持侧载功能，允许用户绕过 App Store 下载应用，并大幅降低开发者佣金。这种公然挑战监管的做法凸显了科技巨头与欧盟监管机构的激烈对抗。苹果这种直接要求废除法律的激进做法会产生什么后果？欧盟法律专家认为，苹果的强硬态度可能引发更严厉的监管反制。欧盟委员会已暗示所有选项仍在考虑之中，苹果面临的罚款和限制措施可能进一步升级。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遭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爆炸。据瑞典每日新闻报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9月26日遭遇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爆炸，引发国际社会对核安全的严重担忧。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站自2022年3月以来一直处于俄军控制之下，双方多次互相指责对方袭击核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驻站监测显示，虽然反应堆本身未受直接冲击，但频繁的军事活动已对核电站安全系统造成潜在威胁。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警告，任何对核设施的攻击都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这种在核设施周边进行军事对抗的危险做法让全球为之震惊。核电站周边的军事冲突会引发什么样的国际危机？核安全专家警告，一旦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放射性物质扩散将影响整个欧洲，后果比切尔诺贝利事故更严重。
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确保核设施安全。14. 白宫为联邦机构因政府关门可能出现的大规模裁员做好准备。据 BBC 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正为联邦政府可能关门做应急准备，预计将导致数百万联邦雇员被迫休假。由于国会未能在9月30日财政年度截止前通过新的预算法案，政府关门风险急剧上升。白宫已向各联邦机构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制定人员精简和服务暂停计划。历史上，政府关门曾导致国家公园关闭、签证服务暂停、科研项目中断等连锁反应。共和党和民主党在预算支出优先级上存在根本分歧，这种党派对立让政府正常运转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美国政府关门的连锁反应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多大冲击？经济学家分析，美国政府关门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信心，削弱美元地位，并可能引发连锁的贸易和投资不确定性，最终损害全球经济复苏进程。15. 克里斯蒂安·图多尔波佩斯库，俄罗斯涉嫌对摩尔多瓦的计划威胁罗马尼亚。据罗马尼亚热点新闻报道，罗马尼亚防务专家克里斯蒂安·图多尔波佩斯库警告，俄罗斯针对摩尔多瓦的渗透计划正对罗马尼亚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波佩斯库指出，俄方通过支持摩尔多瓦境内的分离主义势力，试图在该地区建立更大影响力，这将对整个东南欧地缘政治格局造成冲击。摩尔多瓦作为罗马尼亚的邻国，两国在历史、语言和文化上联系密切。俄罗斯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军事存在已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随着乌克兰冲突持续，俄罗斯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争夺更加激烈。俄罗斯对摩尔多瓦的渗透会如何重塑东欧安全格局？地缘政治专家认为，如果俄罗斯成功控制摩尔多瓦，将在北约东翼形成新的威胁点，迫使罗马尼亚等北约成员国重新评估防务部署，东欧安全平衡面临重大调整。16. 韩国估计朝鲜拥有2吨用于核武器的铀。据世界报报道，韩国统一部9月25日发布评估报告，称朝鲜可能拥有高达2吨高浓缩铀，足以制造大量核武器。这一数据意味着朝鲜核武库规模远超此前国际社会估算。俄罗斯专家叶夫根尼金表示，该信息理论上可能正确，但难以独立核实。朝鲜于9月13日首次公开展示铀浓缩设施，金正恩亲自视察并要求大幅增加核武器数量。韩方评估显示，朝鲜每年可生产制造6至7枚核弹的裂变材料，相比2006年首次核试验时的原始水平，朝鲜核能力已实现质的飞跃。这种一意孤行的核武开发让半岛安全形势格外危险。朝鲜拥有如此大规模核材料储备，会对东北亚安全格局产生什么冲击？核扩散专家警告，朝鲜核武器化进程已进入不可逆转阶段，不仅威胁韩日安全，还可能引发东北亚军备竞赛，迫使相关国家重新评估核威慑战略。17. 中国援助俄罗斯研发新型无人机。据芬兰广播公司报道，欧盟掌握决定性证据显示，中国新疆地区一家工厂正为俄罗斯军队生产武装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随后被投入乌克兰战场。欧盟已就此向中方发出质询，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美国《纽约时报》此前披露，中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向俄罗斯出售超过1200万美元的无人机和相关部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出口却受到严格限制。乌方只能通过波兰等第三方渠道绕过管制获取中国商用无人机，这种明显的双重标准做法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质疑。中国这种选择性供应的做法会对其国际形象造成多大损害？国际关系专家认为，中国声称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但实际行动却明显偏向俄方，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将严重削弱中国的外交信誉和道德权威。18. 无人机将从11月开始检查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的安全壳内部。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东京电力公司宣布将从11月开始使用无人机检查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安全壳内部状况。这是福岛核事故13年来首次对该反应堆进行深入内部探查。无人机将配备高精度摄像设备和辐射检测器，
深入高辐射环境中人员无法到达的区域。此次检查旨在评估核燃料残骸分布情况，为后续清理工作制定详细方案。3号机组在2011年核事故中发生氢气爆炸，安全壳严重受损。相比2号机组已进行的机器人探查，3号机组内部情况一直是未解之谜。这次无人机任务承载着日本核灾清理工程的重要希望。这次关键性的无人机探查会为福岛核灾清理带来什么突破？核工程专家指出，准确掌握3号机组内部状况是制定燃料残骸取出方案的前提。此次探查结果将直接影响福岛核电站整体退役进程和数万亿日元清理资金的投入方向。19. 新的观测表明，超大质量黑洞可能比以前认为的要小。据爱尔兰审查报报道，天文学家利用最新观测技术发现，宇宙中的超大质量黑洞可能比此前估算的要小得多。通过分析星系中心恒星的轨道运动和引力效应，研究团队重新计算了多个超大质量黑洞的质量。结果显示，一些此前被认为拥有数十亿倍太阳质量的黑洞，实际质量可能只有原估算的一半，甚至更少。这一发现挑战了现有的星系形成理论，因为超大质量黑洞被认为在星系演化中起关键作用。科学家推测，可能存在被忽视的物理机制影响了黑洞质量的准确测量。这种对黑洞质量的重新认知会如何颠覆我们对宇宙结构的理解？宇宙学家认为，如果超大质量黑洞确实更小，将需要重新审视黑洞与星系共同演化的理论模型，并可能改写对早期宇宙结构形成过程的认知。20. 欧足联考虑禁止以色列参加国际足球比赛。据瑞典电视台报道，欧洲足球联合会正考虑禁止以色列参加国际足球比赛。这一决定源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引发的广泛抗议。多个欧洲国家足协已向欧足联施压，要求对以色列采取制裁措施。巴勒斯坦足协此前也向国际足联提交申请，要求将以色列逐出国际足球大家庭。以色列足协对此强烈反对，声称体育应该与政治分离。这种前所未有的禁令考虑反映了欧洲对以色列政策的强烈不满。俄罗斯因乌克兰冲突已被欧足联禁赛，如果以色列也遭禁令，将创下欧洲足坛同时制裁2个国家的先例。欧足联的这种体育制裁会对以色列的国际孤立产生多大推动作用？体育政治学专家分析，体育制裁往往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舆论影响力。一旦欧足联做出禁赛决定，可能引发其他国际体育组织的连锁反应，进一步加剧以色列的国际孤立处境。21. 印度成功通过移动导轨发射器试射烈火导弹。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防长辛格9月25日证实，印度成功从轨道式移动发射系统发射了中程烈火 Prime 导弹，这是该国首次使用专门设计的轨道式移动发射系统进行导弹发射。这一技术突破使印度导弹具备了更强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可在铁路网络上快速部署。烈火系列导弹是印度核威慑的核心武器，最大射程超过5000千米，足以覆盖亚洲全境和半个欧洲。相比固定发射井，移动导轨发射器更难被敌方卫星侦测和打击。印度此举被视为对地区军事平衡的重大挑战，特别是在中印边境对峙持续的背景下。这种铁路机动核导弹部署会如何改变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军事专家认为，移动导轨发射器大幅提升了印度2次核打击能力，但同时也可能引发邻国的军备竞赛，使南亚核对抗风险进一步升级。22. 以色列关闭约旦河西岸唯一国际过境点，巴勒斯坦人滞留。据 BBC 报道，以色列机场管理局9月19日宣布临时关闭约旦河西岸与约旦交界的艾伦比桥陆路口岸，直至另行通知。此前一天，该口岸发生袭击事件，2名以色列士兵死亡。艾伦比桥是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前往外部世界的唯一国际通道。关闭后，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被困无法出入。这一单方面封锁决定再次凸显了巴勒斯坦人在备战领土上的困境。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一直控制着约旦河西岸的所有出入通道，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完全受制于以方。联合国多次谴责这种集体惩罚做法违反国际法。
这种无限期封锁会对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造成多大冲击？人道主义专家警告，封锁将加剧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困境和心理创伤，使本已脆弱的人道主义局势雪上加霜，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23. 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可能会损害儿童的视力。据健康新闻基金会报道，一项最新研究发现，长期暴露在空气污染环境中可能对儿童视力发育造成不可逆损害。研究团队对全球多个城市的儿童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调查，发现生活在 PM2.5 浓度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地区的儿童，近视发病率比清洁空气地区高出 40% 以上。污染颗粒物会引发眼部炎症反应，干扰视网膜正常发育。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损害在儿童6到12岁的关键发育期最为明显。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超过20亿儿童生活在空气质量不达标的环境中，这意味着一代人的视力健康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空气污染对儿童视力的这种隐性伤害会带来什么长远社会影响？公共卫生专家担忧，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改善空气质量，未来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视力障碍群体，给医疗系统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沉重负担。24. 欧洲银行推出欧元支持的稳定币。据 CNBC 报道，欧洲多家主要银行联合推出首款由欧元储备支持的稳定币，旨在在数字货币领域挑战美元主导地位。这款名为 Eurostable 的稳定币由欧洲央行监管，每枚代币都有等值欧元储备做支撑。银行联盟表示，此举是为了减少欧洲金融机构对美元稳定币的依赖，提升欧元在全球数字支付中的地位。目前市场上主流稳定币如 ASD、USDC 均以美元为基础，这种格局强化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欧元稳定币的推出被视为欧盟数字欧元项目的重要补充，旨在构建更加自主的数字金融生态系统。这种欧元稳定币会对全球数字货币格局产生什么冲击？金融科技专家认为，虽然欧元稳定币有助于多元化全球数字支付体系，但要撼动美元稳定币的主导地位仍需时间，关键在于能否获得足够的市场接受度和流动性支持。25. Spotify 推出新的 AI 措施来保护艺术家和音乐制作人。据荷兰 RTL 报道，音乐流媒体巨头 Spotify 宣布推出一系列 AI 保护措施，旨在维护艺术家和音乐制作人的权益。新政策包括禁止使用 AI 技术复制真实艺术家声音的作品上传平台，建立 AI 内容标识系统，以及为原创音乐人提供版权保护工具。Spotify 还将投资开发音频指纹识别技术，能够检测出疑似 AI 生成的音乐内容。随着 AI 音乐生成工具日益普及，音乐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艺术家担心被 AI 替代。这些措施反映出平台方对维护音乐生态平衡的重视，但如何在鼓励技术创新和保护原创权益之间找到平衡仍是难题。这种 AI 内容监管机制会对音乐创作生态产生什么深远影响？音乐产业分析师认为，虽然保护措施有助于维护原创艺术家利益，但可能也会限制 AI 技术在音乐创作中的良性应用。关键是要建立更精准的识别和评判标准。26. 中国因与台湾进行交易，对6家美国公司实施制裁。据 ABC 新闻报道，中国外交部9月18日宣布对9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这是中方针对美国批准总额约 2.28 亿美元对台军售的反制措施。被制裁企业包括护盾人工智能公司、内华达山脉公司、赛博勒克斯公司等。中方强烈谴责美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中国商务部将这些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冻结其在华资产，并禁止中国企业与其开展贸易往来。这种针锋相对的制裁措施反映出中美围绕台海问题的激烈博弈，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这种循环制裁模式会将中美关系推向何种危险边缘？国际关系专家担忧，军售与反制的恶性循环正将中美关系拖入新冷战泥沼，不仅损害两国经贸合作，更可能在台海引发无法控制的军事对抗。27. 星际物体3I
Atlas 的质量远超科学家此前估计。据雅虎新闻报道，最新观测数据显示，第3颗确认的星际天体 3I Atlas 的质量远超科学家此前估算。这颗于2025年7月1日被 Atlas 望远镜发现的星际彗星，直径约达24.1公里，体积超过曼哈顿岛，是迄今发现的最大星际访客。与前2颗星际天体奥莫莫和鲍里索夫相比， 3I Atlas 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它正以每小时20.9万公里的惊人速度朝太阳飞驰，预计将在2025年10月29日到达近日点。哈佛大学学者甚至推测其可能是外星探测器。虽然这一观点备受争议，但 3I Atlas 的巨大体积确实令人费解。这种超大质量的星际天体会对我们理解宇宙结构产生什么冲击？天体物理学家认为，如果 3I Atlas 确实如此巨大，将颠覆现有的行星形成理论，迫使科学界重新思考星际物质的分布规律和天体演化机制。28. 汇丰银行报告债券交易中量子计算的突破。据财富杂志报道，汇丰银行宣布在债券交易领域实现量子计算技术突破，成功利用量子算法优化大规模债券投资组合配置。该银行与量子计算公司合作开发的系统，能够在传统计算机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的复杂计算中，将处理时间缩短至几分钟。这一技术主要应用于风险评估、价格预测和投资组合优化，特别是在处理数千只债券的大规模交易时展现出显著优势。汇丰表示，量子计算技术已在实际交易中产生可观收益，这标志着量子计算从实验室走向金融市场的重要里程碑，预计将引发华尔街的技术军备竞赛。这种量子计算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会如何重塑全球金融竞争格局？金融科技专家预测，掌握量子计算优势的金融机构将在交易速度和风险控制方面获得压倒性优势，可能导致传统银行面临被淘汰的危机。29. 巴勒斯坦总统称哈马斯不会统治战后的加沙。据美联社报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明确表示，哈马斯不会在战后继续统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接管加沙的民政管理。阿巴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强调，只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才具备在加沙实施治理的合法性和能力。这一表态与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不谋而合，但也引发了哈马斯的强烈反对。哈马斯控制加沙已达17年之久，拥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武装力量。阿巴斯的权威在加沙民众中相对有限，其治理能力受到质疑。这种权力争夺为加沙战后重建增加了巨大不确定性。巴勒斯坦内部的这种权力分歧会对加沙重建进程产生什么影响？中东问题专家担忧，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哈马斯的对立可能引发新的内战，不仅阻碍加沙重建，更可能让这片土地陷入更深层的分裂和动荡。30. 新型地球测绘卫星发布缅因州和北达科他州首批雷达图像。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宇航局新发射的地球测绘卫星 NISAR 成功传回缅因州和北达科他州的首批高分辨率雷达图像，标志着这一革命性地球观测任务正式开启。NISAR 卫星配备了史上最先进的合成孔径雷达系统，能够穿透云层和植被，绘制地表微小变化。首批图像清晰显示了森林覆盖、农田分布和城市建设的精细结构。该卫星将每12天对全球进行一次完整扫描，重点监测地震、火山活动、冰川融化和森林砍伐等环境变化。科学家特别关注其对气候变化的监测能力，这些数据将为全球环境保护和灾害预警提供前所未有的精确信息。这种全天候地表监测技术会如何改变人类对地球变化的认知？地球科学家认为 ，NISAR 的高频次全球扫描将让人类首次实现对地球实时体检，及早发现环境恶化征兆，为应对气候危机争取宝贵时间。31. 中国的古代头骨揭示了更早的人类起源。据卫报报道，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9月26日在科学杂志发表重大发现，一件出土于中国，距今约100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经重新分析后，对传统人类演化理论提出了挑战。
研究团队通过先进的形态学分析，揭示出一个与神秘古人类丹尼索瓦人密切相关的新演化支系龙人，并将现代人、尼安德特人与这一亚洲古人类支系的分化时间大幅推前，远超此前学界共识。这一发现表明，亚洲可能是人类演化的重要中心，而非传统认知中的边缘地区。中国古人类学研究再次震惊国际学术界，颠覆了走出非洲的单一起源模式。这种对人类起源时间线的重新定义会如何改写我们对人类演化的认知？古人类学家激动地表示，这一发现不仅将人类分化时间大幅提前，更重要的是证明了亚洲在人类演化史上的核心地位，可能彻底重构人类起源的全球版图。32. 微型治疗系统对抗大脑神经炎症。据科学资讯网报道，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突破性的微型治疗系统，能够精确靶向大脑中的神经炎症病变区域。这种纳米级别的治疗装置通过血脑屏障，直接将抗炎药物递送到受损的神经组织中，避免了传统药物治疗的全身副作用。实验结果显示，该系统在治疗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和多发性硬化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方面展现出显著疗效。微型装置还配备了实时监测功能，能够根据炎症程度调节药物释放量。这一技术突破为数百万神经疾病患者带来了新希望，特别是那些对传统疗法反应不佳的重症患者。这种精准靶向的微型治疗系统会如何革命性改变神经疾病的治疗模式？神经医学专家兴奋地预测，这种智能药物递送系统将开启个性化精准治疗新时代，让原本无药可医的神经疾病患者重新燃起康复希望。33. 特朗普政府提议改革全球庇护制度。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竞选团队提出对全球庇护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计划大幅收紧难民和政治庇护申请标准。新提案包括将庇护申请处理时间延长至18个月，提高证据要求标准，限制基于性别和宗教迫害的庇护理由。特朗普声称现行庇护制度被大规模滥用，成为非法移民的后门通道。该提案还建议在墨西哥边境建立安全第三国庇护处理中心，将庇护申请者遣送至墨西哥等待审理。联合国难民署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认为这违反了国际难民保护原则。移民权益组织警告，这将让真正的难民陷入绝境。这种庇护制度的根本性收紧会对全球难民保护体系造成什么冲击？国际法专家担忧，美国作为全球最大难民接收国的政策转向，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其他国家纷纷收紧庇护政策，最终瓦解战后建立的国际难民保护体系。34.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提议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向乌克兰提供贷款。据《明镜周刊》报道，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提议，应该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国家资产作为担保，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重建贷款。梅尔茨估计，西方国家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总价值超过3000亿欧元，足以为乌克兰重建提供充足资金保障。他强调，这种做法既符合国际法，又能确保俄罗斯为其侵略行为承担经济责任。不过，该提案面临复杂的法律障碍，因为直接没收国家资产在国际法中存在争议。欧盟此前已同意利用冻结资产产生的利息援助乌克兰，但对动用本金仍存分歧。这种利用冻结资产为乌克兰提供贷款的创新模式能否成为国际制裁的新范式？国际金融法专家认为，如果这一模式成功实施，将为未来制裁侵略者、援助受害国提供新的工具，但同时也可能引发各国对主权资产安全性的担忧。35. 韦伯望远镜探究银河系中心恒星形成之谜。据太空网报道，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最新观测揭示了银河系中心恒星形成的惊人秘密。望远镜的红外观测能力穿透了银河系中心厚重的尘埃云，发现了数百颗此前从未被观测到的年轻大质量恒星。这些恒星的形成环境极其恶劣，强烈的辐射和潮汐力按理说应该阻止新恒星的诞生。然而观测数据显示，银河系中心的恒星形成率远超此前预期，挑战了现有的恒星形成理论。科学家发现，超大质量黑洞的引力场可能以某种未知方式促进了恒星的形成过程。
这一发现不仅改写了我们对银河系演化的认知，也为理解其他星系中心的活动提供了全新视角。这种在极端环境中的恒星形成发现会如何改变我们对宇宙结构演化的理解？天体物理学家兴奋地表示，银河系中心的这种逆天恒星形成现象，可能隐藏着宇宙演化的关键机制，有助于解释早期宇宙中星系快速形成的谜团。36. 俄罗斯外长称北约和欧盟向俄罗斯宣战。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发表强硬声明，指责北约和欧盟事实上已向俄罗斯宣战。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西方国家通过持续军援乌克兰、实施全面制裁和支持乌军打击俄本土目标的做法，已构成对俄直接军事对抗。他特别谴责北约成员国批准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称这是跨越红线的行为。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回应称，北约的支持纯属防御性质，是在帮助乌克兰行使自卫权。这种针锋相对的表态使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升级至新高度，让全球为之震惊。这种宣战论的升级表态会将俄西对抗推向什么危险边缘？国际关系专家担忧，当双方都开始使用宣战等极端化措辞时，意外军事冲突的风险急剧上升，北约与俄罗斯可能滑向直接军事对抗的深渊。37. Meta 限制16岁以下用户使用 Facebook 和 Messenger， 但批评者质疑其有效性。据新西兰广播公司报道， Meta 宣布将其青少年账户功能全球扩展至 Facebook 和 Messenger 平台。16岁以下用户需获得父母许可才能更改安全设置或开启直播功能。这一功能早前已在 Instagram 推出，现覆盖全球数亿青少年用户。新措施包括自动限制不当内容、加强隐私保护和增设家长控制功能。然而，批评者质疑其实际效力，指出青少年很容易通过虚假年龄信息绕过限制。儿童安全倡导组织认为，仅凭技术手段难以根本解决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Meta 此举被视为对各国日益严厉的青少年网络保护法规的回应。这种依赖自我监管的保护机制能否真正守护青少年网络安全？数字权益专家认为，没有强制性年龄验证和第三方监管的情况下，平台的自我保护措施往往形同虚设。真正的青少年保护需要立法强制和技术创新的双重保障。38. 德国研究人员警告全球变暖加速，到2050年可能升温3摄氏度。据德国电视台报道，德国气候研究机构发布最新报告警告，全球变暖速度远超此前预测，到2050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3摄氏度，远超巴黎协定设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研究团队基于最新卫星数据和海洋温度监测发现，北极冰川融化和海洋温度上升的速度都在加速。报告特别指出，即使各国完全履行现有减排承诺，仍无法阻止这一灾难性升温。3摄氏度升温将导致海平面上升1米以上，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数亿人面临迁移风险。这一触目惊心的预测与联合国此前相对乐观的评估形成鲜明对比。面对如此严峻的升温预警，人类文明还有多少时间来扭转气候危机？气候科学家绝望地表示，3摄氏度升温将引发不可逆转的气候系统崩溃。现有的减排措施根本不足以避免这场气候末日。人类或许正在见证自己毁灭地球家园的过程。39. 特朗普宣布 TikTok 美国业务归美国所有，并得到习近平批准。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宣布一项惊人声明，称 TikTok 的美国业务将完全归美国所有，并声称此安排已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批准。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将确保 TikTok 在美国的运营完全独立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同时保护美国用户数据安全。然而，中美双方官方渠道均未确认这一声明的真实性。TikTok 公司也未就此发表评论。这一突然表态引发了广泛质疑，
因为此前特朗普曾多次威胁要完全禁止 TikTok 在美运营。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特朗普为争取年轻选民支持而做出的竞选承诺。这种未经证实的重大宣布会对中美科技博弈产生什么影响？政治观察家认为，无论声明真实性如何，特朗普的表态都反映出 TikTok 已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筹码。但缺乏官方确认的单方面宣布，可能进一步加剧两国互信危机。40，韩国总统称朝鲜即将完成可打击美国的导弹。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警告，朝鲜正接近完成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尹锡悦引用韩国情报部门评估称，朝鲜在核弹头小型化和导弹重返大气层技术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预计在未来1到2年内具备对美直接威胁能力。他特别提到朝鲜的火星负17秒和火星负18秒导弹已展现出超过1万公里的射程潜力，这一评估与美国情报部门的判断基本一致。朝鲜近期频繁进行导弹试验，9月还首次公开展示铀浓缩设施，显示其核武项目一意孤行的决心。韩国的警告凸显了朝核问题的紧迫性。朝鲜一旦具备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会如何改写东北亚安全格局？军事专家担忧，朝鲜洲际核导弹能力的成熟将迫使美国重新评估对朝威慑策略，可能导致东北亚军备竞赛升级，并削弱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可信度。41，俄罗斯将于2030年启动世界首个闭式燃料循环核电系统。据德干先驱报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宣布将于2030年启动世界首个商业化闭式核燃料循环系统。这一技术突破将彻底改变全球核能产业。该系统能够将核废料重新加工成可用燃料，实现近100%的铀资源利用率，同时将高放射性废料的危险期从数万年缩短至数百年。俄方声称此技术将使核电成本降低30%以上，并从根本上解决核废料处置难题。项目总投资超过200亿美元，涉及多座快中子反应堆和配套设施建设。这种技术优势将使俄罗斯在全球核电市场获得压倒性竞争力。相比之下，美欧在该领域仍处于实验阶段。这种革命性的核燃料循环技术会如何重塑全球能源竞争格局？核能专家认为，俄罗斯的技术突破可能引发新一轮核能革命，不仅巩固其能源出口大国地位，更可能迫使各国重新审视对俄核技术的依赖程度。42，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开发出3000量子比特量子系统，克服原子损失。据哈佛大学新闻报道，哈佛物理学家成功开发出迄今最大规模的量子计算系统，拥有超过3000个量子比特，并首次解决了困扰量子计算领域多年的原子损失难题。该系统采用中性原子技术，通过激光景精确控制每个原子的位置和量子态。关键突破在于实现了原子补给功能，能够在计算过程中动态补充丢失的原子，保持系统稳定运行。研究团队已成功进行了复杂的量子模拟实验，展示了在材料科学和药物发现方面的应用潜力。这一成就使量子计算向实用化迈出了关键一步，有望在未来5到10年内实现商业化应用。这种突破性的量子系统会如何加速量子计算的实用化进程？量子计算专家激动地表示，3000量子比特的稳定运行标志着量子计算从玩具阶段跨入工具阶段，将在密码破译、AI 训练和科学研究中发挥革命性作用。43，司法部调查开放社会基金会，引发美国公民社会担忧。据对话杂志报道，美国司法部已对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启动正式调查，引发美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广泛担忧。调查重点涉及该基金会的海外资助活动是否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以及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影响力活动。开放社会基金会回应称，将全力配合调查，并强调其所有活动都符合法律规定。该基金会每年向全球民主运动、人权组织和教育项目提供超过10亿美元资助。批评者认为这是对独立慈善机构的政治打压，可能开创危险先例。多个公民权益组织警告，此举可能导致更多非营利组织面临政治性调查。
这种针对大型慈善基金会的调查会对美国公民社会产生什么寒蝉效应？公民社会专家担忧，如果政府可以随意调查政治立场不同的慈善机构，将严重损害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让非营利组织在政治压力下晋升。44. 特朗普将阻止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44. 特朗普将阻止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据中新社报道，2025年9月24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承诺阻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吞并约旦河西岸。特朗普在9月25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明确表示，我不会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这不会发生。他透露已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强调已经够了，是时候停止了。具体措施包括特朗普团队提出一份21点和平计划，禁止吞并，并涉及加沙战后治理与安全安排。背景显示，以色列近期批准了争议性一定居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一分为二，引发阿拉伯国家强烈反对。历史回顾：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曾因以色列暂停吞并而促成与阿联酋等国关系正常化，但内塔尼亚胡政府内极右翼势力持续推动吞并，威胁协议成果。此举将如何影响中东和平进程？中东问题专家穆因拉巴尼表示，特朗普若坚持阻止吞并，可能迫使以色列重新评估政策，但其反复无常的决策风格恐削弱承诺可信度，地区局势仍存不确定性。45. 法官批准 Anthropic 与作者达成15亿美元版权和解协议。据 ABC 新闻报道，美国法院正式批准了 AI 公司 Anthropic 与作家集体达成的15亿美元版权和解协议，这创下了美国版权案件史上的最高和解金额。此案源于作家安德利亚·巴茨、查尔斯·格雷伯等人指控 Anthropic 通过 Library Genesis 等盗版网站非法下载超过700万本电子书，用于训练其聊天机器人 Claude。和解协议规定，每位受影响的作家将获得3000美元赔偿，远超美国作家协会最初预估的750美元。Anthropic 还承诺销毁所有涉嫌侵权的训练数据。这一天价和解标志着 AI 时代首批重大法律支出，为生成式 AI 行业与创意产业的版权冲突树立了关键标杆。这种创纪录的版权和解会如何重塑 AI 公司的数据获取模式？知识产权专家认为，15亿美元的巨额代价将迫使 AI 公司放弃先用后付的数据掠夺模式，转向主动与版权方合作的付费授权机制。AI 行业的免费数据时代正式终结。46. 在以42美分的价格向美国联邦机构提供 Grok AI 聊天机器人。据 TechCrunch 报道，埃隆·马斯克旗下的在公司与美国总务管理局达成协议，将以每个机构42美分的超低价格向联邦政府提供 Grok AI 聊天机器人服务，合约期为18个月，至2027年3月结束。联邦机构将能够访问 Xi 最新的 Grok 4和 Grok 4 Fast 模型。这一定价策略大幅低于 OpenAI、Anthropic 等竞争对手的政府合约价格。总务管理局的 AI 安全团队经过测试后确认 Grok 4符合其安全准则。这一合约使Xi加入了为政府提供 AI 服务的科技公司行列，与 Meta、OpenAI 等形成直接竞争。马斯克此前与政府关系紧张，如今却通过极低价格策略成功打入政府市场。这种跳楼价的政府 AI 服务定价会对整个行业产生什么冲击？ AI 产业分析师认为，Xi的超低价策略可能引发政府 AI 服务市场的价格战，迫使其他厂商大幅降价以保持竞争力，最终可能重塑政府 AI 采购的价格标准。47. 德国警告俄罗斯卫星正在跟踪德国卫星，投资350亿欧元保护太空基础设施免受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据德国电视台报道，德国联邦国防部发布严重警告，称俄罗斯军用卫星正在对德国关键卫星进行跟踪和监视，构成直接安全威胁。德国政府宣布启动总额350亿欧元的太空盾牌计划，旨在保护关键太空基础设施免受俄罗斯和中国的潜在攻击。该计划包括部署反卫星防御系统，加强卫星通信加密，
建设冗余卫星网络以及开发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德国国防部长强调，太空已成为新的战场前沿，欧洲必须具备独立的太空防御能力。这一巨额投资反映出欧洲对太空安全威胁的高度警惕，标志着太空军备竞赛进入新阶段。这种史无前例的太空防御投资会如何改变全球太空军事平衡？太空安全专家警告，德国的大规模太空军备计划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促使各国竞相发展太空武器，最终将和平利用的外层空间变成军事对抗的新战场。